时隔30年，在听何超琼清唱这首《偏偏喜欢你》，才明白她有多放不下初恋陈百强。2023年11月，一段何超琼与闺中密友唱歌的视频引起热议。网友们关注的点并不是她的嗓音，而是她唱的2首歌曲《偏偏喜欢你》和《一生何求》。这2首歌都是当年陈百强给她唱过的。虽然2人的关系外界一直未得到证实，但从何超琼每次公开场合亮相都带着陈百强送给她的那一对耳环，就能看出2人的关系到底有多深厚。然而要说起何超琼的人生故事，那可比偶像剧还要精彩。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全面了解一下何超琼的人生。提起何超琼，外界对她最大的评价不过就是女强人3个字。当然这样的评价也并不为过，从不被看好的女儿到被赌王视为继承人精心培养，何超琼的逆袭足够配得上这3个字。1962年何超琼出生在何家，她的出生仿佛是上天赐给何鸿燊的一份大礼。因为此时的何鸿燊刚刚拿下澳门赌场的经营权，又喜得千金，可谓双喜临门。虽说出生在巨富之家，可别以为何超琼至此就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主生活。恰恰相反，妈妈蓝琼英作为何鸿燊的2房姨太，她可是个不折不扣的虎妈。这位海归高材生对于女儿的教育严格程度堪比魔鬼训练营，再加上何超琼是2房所生，上面还有大房的哥哥姐姐，因此小时候的何超琼并未受到父亲何鸿燊的关注。蓝琼英也深知自己是2房，不会被重视，那要想在豪门中站稳脚跟，独立就成为了必须学会的课题。于是小小年纪的何超琼被迫接受了母亲为她规划好的女强人路线。当同龄人还在玩过家家的时候，何超琼就已经在学习商业管理方面的知识了。母亲的严格管控，学业的超前繁重，任谁都不会想到出身豪门的何超琼会面临如此繁重的生活压力。好在何超琼从小就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自然扛下了这些压力。连他的班主任也曾惊叹道，这孩子简直就是个迷你版的成年人。然而别看何超琼的起点这么高，在其他兄弟姐妹靠着家族的背景，要么选择躺平啃老，要么拼命死磕书本时，唯独何超琼展现出了在艺术方面的天赋。喜欢戏剧艺术的何超琼上中学时还曾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 TVB 的培训班。本来何鸿燊对于女儿的爱好也挺支持的，但陈百强的出现让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们稍后再讲。在被何鸿燊斩断艺术的发展道路后，何超琼只能忍痛割爱，乖乖去美国学习商业管理。从出生一直到大学毕业，何超琼的人生经历简直是被迫营业的真人版。可谁又能想到这一次次的强迫和被安排，竟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3年，何超琼告别艺术梦想后，正式踏入家族生意。此时随着大房李婉华的离世，他的子女们也逐渐萎靡不振，被家族边缘化。何鸿燊总算是注意到2房里综合能力突出的长女何超琼，于是他便有意把何超琼带在身边培养。但可别以为是赌王的女儿就可以直接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何鸿燊的教育理念比起蓝琼英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给何超琼安排的第一份工作是去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实习。好在何超琼并不是被从小宠坏的公主，短短几个月他就搞出了一套全新的管理策略。这波操作直接把银行大佬们都惊掉了下巴。首秀不仅让何超琼在职场上站稳了脚跟，也让何鸿燊在商界伙伴面前狠狠地赚了一波脸面。并且在此之后，何超琼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开始疯狂学习商业知识。他的目的也很简单，在这个男人主导的商业世界里闯出一片自己的天。从法国实习回来后，何超琼接手了家族的企业信德船务。可这个产业在当时有一堆的麻烦事儿，简直就是个烂摊子。何超琼硬是凭借着说一不二的硬手腕，短短几个月就把信德船务从一个亏损大户转变成了赚钱机器。这波绝地求生的操作，怕是连何鸿燊看了都要竖起大拇指。2015年，他以50亿美元的身价成为香港女首富。2017年正式接手管理信德集团。从不被看好的2房子女到赌王的左膀右臂，商业女强人何超琼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在商业领域里，女人也可以成为传奇。然而就算她展现出超凡的商业能力，可要想接手何家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也绝非易事。纸醉金迷的赌城澳门，有人能够一夜暴富，
富，也有人能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能在风云变幻的赌城中劈开一条属于自己的商业道路，何超琼没点手段就想要成为赌王的接班人很难。1998年接手家族企业时，他便和父亲一起投资建设了高达338米的澳门塔。这座地标性建筑不仅成为如今澳门的一张走出去的名片，也象征着何超琼的雄心壮志。此后更是有网友评价到，站在澳门塔上俯视整个澳门后，切身体会到澳门的一切都在何超琼的掌控之中。然而澳门的赌场从来不是风平浪静之地，这里既充满了机遇，也暗藏着风险。何超琼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瞬息万变的市场，更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中，有一位与他有着万千关联的江湖大佬崩牙驹。崩牙驹原名是英国驹，曾是澳门黑社会14K 的龙头人物，也是澳门赌场的风云人物。他从最初的叠马仔到呼风唤雨的江湖大哥，一度风光无限，甚至还斥巨资拍摄了一部以自己为原型的电影《豪江风云》。早年何超琼从法国学习回来后，何鸿燊带他见过这位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当何鸿燊兴致勃勃地跟崩牙驹介绍说：“阿驹啊，这是何超琼，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崩牙驹直接来了个眼神杀，对何超琼视而不见，转头就跟何鸿燊聊起其他事情，完全将他当空气。这让初次见面的何超琼感到无比尴尬，但事后的他却将这次经历当做了激励自己奋斗的动力。接手信德传武的初期，为了改善公司的工作风气，何超琼是二话不说来了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化解了中资企业想要强势进入港澳客运市场的危机，更是杀伐果断的决定收购中旅集团的船运业务，并创立了喷射飞航这一全新品牌。面对老员工们不服的情况，他直接对那些跟随何鸿燊打天下的老前辈说：“伯伯们，相信我们一起干，肯定能赚大钱。”由于何超琼杀伐果断，信德传武不仅扭亏为盈，还扩大了市场的份额，有了更广阔的发展领域。当然，何超琼也并不满足于此，还创立了天机公关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虽说听起来有些玄乎，却靠着何超琼对艺术的独特理解，与 LV、GUCCI、Chanel 等顶级品牌公司有着密切合作。1998年，在何超琼已经跟父亲一起投资建立澳门塔时，崩牙驹因涉嫌多项罪名被捕入狱，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2012年被刑满释放后，澳门的博彩业已经被何超琼所掌控，他若是想要东山再起，便只能找何超琼帮忙。面对曾经漠视过自己的老大哥，何超琼并没有犹豫，果断拒绝崩牙驹再度合作的请求，只是资助了他100万港元。此后两人并再也没有联系。在商言商，正是由于何超琼这次的果断拒绝，才让自己的商业走得更远。如果说与崩牙驹的恩怨只是一则小插曲，那么2021年的洗米华事件则把何超琼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洗米华原名是周卓华，是太阳城集团的创始人，更是澳门博彩业的后起之秀。当初他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大胆的经营策略迅速崛起，一度掌握了澳门70%的贵宾厅市场，成为能与何家抗衡的强大对手。眼看着洗米华这位新赌王即将崛起，何超琼也有些坐不住了。先不说洗米华抢走了部分何家的合作，洗米华与何鸿燊的四姨太梁安琪有着密切的往来，就对何超琼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不过面对强敌的崛起，何超琼并没有乱了手脚，而是静观其变。2021年，洗米华因涉嫌跨境赌博等罪名被捕后，他立即召开公司高层会议，宣布终止与洗米华的全部合作，并冻结了他在澳博的全部资产。这招釜底抽薪，直接让洗米华这个小赌王就此陨落。而何超琼则在这场博弈中向众人以及家族成员展示了自己杀伐果断的魄力。洗米华事件落幕后，并不意味着何超琼可以高枕无忧。在家族内部，他还有一个劲敌四姨太梁安琪。此前梁安琪就曾利用何鸿燊的宠爱与信任进入家族企业工作，并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如今在他儿媳奚梦瑶生下何家的长孙后，梁安琪的儿子何友军成为赌王接班人的支持率直逼何超琼。面对梁安琪的挑战，何超琼先是利用洗米华事件削弱了梁安琪在公司的势力，随后又巧妙地找借口让梁安琪的得力助手吴志成逐渐淡出了核心圈。而梁安琪也似乎意识到了何超琼有着过人的商业头脑，选择了以退为进，这才保住了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至此，何超琼成功坐稳了家族继承人的位置，而他手里更是握着上亿的资产，成为名副其实的赌城女王。然而在商业领域中一直都是顺风顺水的何超琼，在情感方面却有着一股刻骨难忘的经历。
2020年，何鸿燊在弥留之际还曾对何超琼说过：“我很后悔当初阻挡了你的爱情。”没想到何超琼却释然地笑着说道：“已经无法改变，都过去了，你不必自责。”这里何鸿燊所提到的事情，便是早年陈百强与何超琼那段刻骨铭心的关系。80年代，陈百强作为最受欢迎的音乐才子，在乐团的地位赶超谭咏麟、张国荣等一众歌手，而何超琼当时也像如今的追星粉丝一样，深深迷恋这位颇有实力的超级偶像。1981年，还在娱乐圈发展的何超琼，在参加《突破》的电视剧拍摄时，意外遇到了心心念念的偶像陈百强，随后便经常向人打听陈百强的行程，故意制造惊喜，跟陈百强偶遇。渐渐的，陈百强对眼前机灵可爱的何超琼心生情愫，两人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两人经常一起出席各种活动。当陈百强开心地跟记者介绍何超琼是他的红颜知己时，一旁的何超琼也没有否认，一个是音乐界的天才，一个是赌王家的千金。虽然他们都没有正面回应过这段关系，但郎才女貌的二人早已是民众心中天造地设的一对。陈百强30岁生日时，在生日宴席上，他还特意把女主人的位置留给了盛装出席的何超琼，谈笑风生间还被媒体拍到，微醺的陈百强把头轻轻靠在了何超琼的肩上，而何超琼则是嫣然一笑，回头望着他，眼神中的爱意根本藏不住。可尽管两人在外人眼里是如此般配，到了何鸿燊这里，陈百强依旧是个戏子，根本配不上他的女儿。因为此时的何超琼已经展现出了过人的智商和情商，更让何鸿燊觉得家里的产业不能没有他。将来何超琼是要接手家族企业的，那他的婚姻就注定不能自主选择。再加上当时何鸿燊的长子意外离世，让他不得不重视起何超琼。而强强联姻的模式不仅能为家族产业带来一定利益，还能减轻女儿未来作为继承人身上的担子，可谓一举两得。何超琼自然也能够理解父亲的意思，也更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于是纵有千万般不舍，在家族利益面前，他还是选择了遵从父亲的安排。1991年，何超琼带着10亿嫁妆，嫁给了香港船王的儿子许晋亨。何鸿燊出资2000万为女儿策划了一场婚礼，更是带人在澳门隆重庆祝了3天3夜。原本这场门当户对的婚礼，新郎新娘都应该是开心的，可何超琼的脸上却始终没有露出过笑容。婚礼当天，陈百强也在现场，他以朋友的身份送她出嫁，内心也是说不出的哀伤。何超琼结婚后，陈百强的内心也承受着极大痛苦。后来他推出的专辑《只因爱你》中有句歌词：若要跟旁人相恋，便觉生无可恋。在陈百强看来，只有与何超琼在一起，才能真正感受到爱情的甜蜜和美好。一旦二人分离，那生活也失去了意义。后来陈百强曾当着众多歌迷的面，公然在演唱会上为何超琼唱起了一生何求与偏偏喜欢你。也正因如此，这2首歌也算是两人之间的情感密码。何超琼结婚没多久，始终在这段感情中走不出来的陈百强患上了抑郁症。对方结婚的第2年，他在酒精的刺激下吞下了大量含有安定成分的药物后昏迷不醒，在17个月后不治身亡。陈百强葬礼那天，何超琼也来了，眼看着与自己天人永隔的恋人，他强忍着悲痛，不顾人妻扶柩不及的传统，坚持为陈百强扶柩。事后更是不顾形象的与陈百强的母亲抱头痛哭。往后的日子里，更是替陈百强尽孝，坚持照顾陈父陈母，为老两口养老送终。当然，最令网友感到心酸的是，此后无论参加什么样的宴会，何超琼的耳朵上总戴着19岁生日时陈百强送给她的那对耳环。无论走到哪里，这对耳环是她唯一不变的配饰。陈百强的离世让何超琼备受打击，然而丈夫许晋亨也在婚后展现出了纨绔子弟的真实面目。表面上看，何超琼与许晋亨的婚礼仿佛童话故事照进了现实，但实际上这分明就是一场现实版的豪门恩怨。前面说过，这场婚礼不过是一场商业联姻，而何超琼之所以答应这场婚礼，也是迫于无奈。说白了，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悲剧，婚后的生活更是一言难尽。何超琼全身心投入事业，一心想着把家族事业推上另一个高峰，而许晋亨没有了家的束缚，便在外面花天酒地，绯闻不断，简直就是行走的八卦制造机。聚少离多的夫妻感情基数更是少之又少。二人结婚9年后，许晋亨与许其文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何超琼终于忍不住了，他想提出离婚，却遭到父亲何鸿燊的强烈反对。即使何鸿燊也将许晋亨的花心看在心里，更是对着媒体說出：我未中意喎，由頭一日至到最尾嘅日，我未識得欣賞。
咁好彩，娶個咁靚女，咁好學問都唔心中，成日去玩，唉，我唔識人啫。可出于家族利益的考虑，何鸿燊依旧劝着女儿不要离婚，要多忍耐一些。徐敬鸿最终还是没有把握住岳父给的机会，在他跟李嘉欣的地下恋被扒出后，失望透顶的何鸿燊也只能赞同女儿离婚。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豪门婚姻以失败告终。此后何超琼的事业发展如日中天，可当他站在事业的巅峰，回想起自己的年轻生活，内心依旧会为陈百强的离世感到难过。而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也成了何超琼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其实人生哪有什么完美无缺的剧本，即使是商界数一数二杀伐果断的女强人，也有脆弱的时刻，只不过再多的无奈和心酸也只能独自吞咽。